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西红柿是常见的蔬菜，可以生吃，也可以做菜吃。西红柿营养丰富，如果你能每天吃一个，坚持一段时间后，身体会收获很多好处哦。好处一，保护血管。血管健康对我们非常重要，平时保养血管呢，就可以吃点西红柿。西红柿中含有番茄红素和维生素 C， 能增强血管弹性，清理血管垃圾。没事儿多吃点，可以让血管保持通畅。那除了西红柿，也可以吃点山楂。山楂中含有黄酮类化合物，也能疏通血管，保护血管健康。好处二，保护心脏。除了可以保护血管，西红柿中含有的番茄红素还能减少心脏病的发作，所以没事儿呢多吃点西红柿也能够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。好处三，延缓衰老。很多人都想自己能永葆青春，那就要好好保养。建议大家可以经常的吃点西红柿。西红柿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抗氧化成分，能促进身体排毒、美容养颜。经常吃能够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。那西红柿虽然好，但是要注意，未成熟的西红柿最好别吃，因为这样的西红柿含有龙葵碱，吃多了可能会产生中毒现象。有点常识的呀都知道，如果呢着火了，可以用灭火器或者是打火警。那如果身体上火了呢，难道还能用灭火器吗？其实我们五脏都各自有火，也会呢有一些上火的信号。比如呢，肝火，眼睛会干涩，嘴巴会发苦，或者有头痛、耳鸣的情况。我们呢可以经常的喝菊花茶，可以清肝火、散风热，有很好的降火效果。那胃火会有口臭、便秘、舌苔厚腻、牙龈肿痛的情况。灭胃火可以经常喝绿豆粥，有清热解毒、清胃火的作用。那肾火呢，夜里会盗汗，总腰酸背痛，而且常常失眠。那想要改善呢，就要多注意饮食，注意休息，多运动。还有肺火，手脚心总容易出汗，总是咽喉干痛，还经常咳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可以多吃梨、银耳，还有多喝水。最后就是心火了，很容易呢长口疮，经常胸口发闷、失眠、便秘等。可以呢多吃荸荠，荸荠可以养心血、清心火，能炒菜也能够捣成汁儿喝。血管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老变硬的。那除此之外，血管的健康还和饮食和生活习惯有关，所以平时要多注意保养血管。若想要血管不堵不硬，可以在晨起做好2件事。第一，早起坚持喝水，每天早上起床养成喝1杯温开水的习惯，可以帮身体排出毒素和垃圾，还能降低血液粘稠度，对保持血管通畅有帮助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常喝荞麦茶，也有疏通血管、降低血液粘稠度的作用。第二，早起坚持运动，每天早起后做一些适合自己的有氧运动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，对保护血管、预防血管堵塞也有帮助哦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体内血糖高了，那么我们就要及时的控制血糖，不然呢对身体健康不利。那我们该怎么判断血糖高不高呢？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脚来判断。脚有瘙痒感，如果不是皮肤病引起的，那么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血糖高了。因为血糖高会影响脚部神经，因此使脚部皮肤出现瘙痒的感觉。脚发麻，如果血糖偏高，脚部的血液循环会受到影响，这样脚部得不到充足的血液供应，就可能频繁出现脚麻的情况。脚指甲发黑，正常脚指甲应该是粉红色的，但如果脚指甲发黑，也要小心体内血糖的变化。上面这3种表现，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说明血糖还算平稳哦。人体内多多少少都存在一些湿气，那体内有湿气会有什么表现呢？体内湿气重，大多呢会有2个表现哦，大家可以判断一下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舌头，如果呢舌头两侧有牙齿压迫的痕迹，就可能是体内湿气比较重了。除了舌头呢，还可以看一下大便，如果发现大便不成形，粘在马桶上，冲也冲不干净，那么也可能是湿气重了。那湿气重该怎么祛湿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拉伸大腿。
先双腿交叉站立，然后双手叠放一起，手臂呢用力的向下拉伸，尽量的用手去触碰地面，这样反复做3分钟左右。这个动作可以拉通膀胱经，对排出湿气有帮助哦。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胃不得劲儿的时候，主要是平时不注意饮食，那经常大鱼大肉或者是不吃饭引起的。那胃不好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木子教大家按摩我们身上的养胃区，对胃部健康有帮助。那这个养胃区就在我们的手上，也就是呢大陵穴，在手掌根腕横纹的中点。大陵穴在五行属土，对应着脾胃。那胃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按一按，用拇指按揉就行，早晚按上5分钟，对降胃火、提高胃动力有很好的效果。每天坚持能够调理脾胃不和、消化不良等情况。那俗话说胃病3分治7分养，所以想要胃好，要坚持调养才行哦。现在不管走到哪儿都能听见有人在说痛风。那前2天吃饭呢，就听见旁边的2个大哥在那谈论，如果出现痛风，那就像100只老虎在那撕咬你的关节一样，那滋味可真的是疼痛难忍哦。那不妨试试下面这2种茶吧，或许能够帮助到你哦。玉米须茶。玉米须晒干后用来泡水，有利尿的作用，能够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，有助尿酸的排泄，对预防痛风呢也有帮助。蒲公英根茶，蒲公英根呢含有丰富的营养，可以泡茶饮用，经常喝有利尿通淋的作用，可以帮助人体排泄更多的尿酸，有助预防痛风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每天练1个动作，保护膝盖，人老腿不老。膝盖承受着我们全身的重量，体重的增加或者不正确的运动方式，这些都会加重膝盖的负担，使膝关节受损，出现疼痛等问题。那下面给大家分享1个动作，有助保护膝盖，延缓膝盖老化。平躺在垫子上或者床上，2脚稍微的分开一点，然后右脚脚尖转向左侧，尽量的接触地面，右手向身体侧面伸展，弯曲手肘，用肘部支撑地面，尽量的抬起右侧臀部，让大腿后面的肌肉有拉伸感和紧绷感。保持5秒，回到原位，反复的做5次，再换另一侧做5次，每天做10次就行。这个小动作可以锻炼腿部肌肉，对改善膝盖疼痛有很好的效果。每天坚持练习，延缓膝盖老化，让你人老腿不老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希望大家可以坚持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